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下咖啡的香气是怎么来的，如何让咖啡的香气变得更加迷人。在烘焙过程中，咖啡豆会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变化，这些反应生成了数百种挥发性化合物，它们是咖啡香气的主要来源。咖啡豆的烘焙过程可被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。干燥阶段，在此阶段，咖啡豆的水分含量从初始的10%至12%降低到5%。同时，咖啡豆表面会产生褐变反应，生成一些简单的芳香化合物，如糠醛和乙醛。梅纳德反应阶段，此阶段中，咖啡豆的温度升至150至200摄氏度。此时，咖啡豆的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会产生梅纳德反应，生成一系列的吡啶类、吡格类和嘧啶类化合物。这些化合物赋予咖啡巧克力、焦糖、坚果和香料等香气。焦化阶段，在此阶段，咖啡豆的温度升至200度以上。咖啡豆的碳水化合物会发生焦化反应，生成一些挥发性酸类和苦味物质。咖啡豆的烘焙程度越高，产生的化合物就越多，从而使咖啡的香气更加浓郁。然而，如果烘焙过度，咖啡豆会产生焦糊味和苦味。影响咖啡香气的主要因素包括咖啡豆的品种，不同品种的咖啡豆具有不同化学成分，因此产生不同的香气。例如，阿拉比卡咖啡豆通常具有花香、果香和巧克力香气，而罗布斯塔咖啡豆通常具有坚果香气、泥土香气和香料香气。烘焙程度是影响咖啡香气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浅度烘焙的咖啡豆保留了更多的果味和花香，而深度烘焙的咖啡豆具有更浓郁的巧克力香气和焦香的香气。研磨度，咖啡豆的研磨度会影响咖啡粉的表面积，而表面积越大，释放出来的香气物质就越多。一般来说，研磨度越细，咖啡的香气就越浓郁。冲泡方法，不同的冲泡方法会提取出咖啡豆的不同物质。例如，低滤咖啡可以提取出咖啡豆的果香和花香，而法式压滤咖啡则提取出咖啡豆的巧克力香气和焦糖香气。在冲泡咖啡时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更好地释放咖啡的香气。使用新鲜烘焙的咖啡豆，咖啡豆在烘焙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香气，因此建议使用新鲜烘焙的咖啡豆。正确研磨咖啡豆，要根据自己的冲煮方法选择合适的研磨度，使用合适的冲泡水。冲泡咖啡的水质也会影响咖啡的口感，建议使用纯净水或矿泉水。控制冲煮时间和水温，不同的冲泡时间和水温会提取出咖啡豆的不同风味以及物质。这一期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分享传播，谢谢。